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苹果是很受欢迎的水果，好吃又营养，老少皆宜。但是总有人说晚上吃苹果是毒苹果，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。之所以说它是毒苹果，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晚上吃苹果，肠胃没有办法消化和吸收，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造成肠胃损伤。其实肠胃呢是一直都在工作的，会慢慢的消化食物，所以睡前适当的吃点苹果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有2种食物是真正伤胃的，劝你最好不要吃。第一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。那很多人晚上喜欢吃这类食物，比如麻辣火锅、麻辣烫等。但是辛辣食物很容易刺激肠胃，造成胃黏膜损伤，还容易引起便秘和痔疮，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食物。那不建议大家晚上吃的太油腻，因为油腻食物含有很多的脂肪和热量，晚上吃呢会加重肠胃负担，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而且还会影响睡眠质量。那想要养胃，除了少吃这些食物外，还可以用丁香叶泡水喝。丁香叶营养丰富，有保护胃黏膜、抑制幽门螺杆菌的作用，对保护肠胃健康有帮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女性打喷嚏容易漏尿是咋回事？平时呢注意2点，帮你缓解尴尬。生活中很多女性会有一打喷嚏就漏尿的情况，偶尔出现可能不太在意，但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了，可能是2个原因引起的。第一，体内雌激素减少。雌激素可以帮女性保持年轻漂亮，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。但如果体内雌激素减少，会导致尿道口闭口的能力减弱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出现打喷嚏漏尿的情况。第二，人体衰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，这时肌肉会松动，脂肪会增多，而且呢膀胱的收缩能力也会减弱，这时就容易出现一打喷嚏就漏尿的情况。一打喷嚏就漏尿是一种很令人尴尬的事情，那平时注意做好2点，帮你缓解这种情况。首先，不要憋尿。很多女性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一坐就是1天，甚至有尿也选择憋着，这样呢很容易给膀胱造成压力，导致骨盆肌肉松弛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上厕所，千万不要憋尿。还可以呢经常锻炼一下骨盆肌肉，多做提杠运动，每天练习5分钟左右就行，这样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每天这样按摩5分钟，改善白发。白发在各个年龄段都可能会出现，那老年人出现白头发是正常现象。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也早早出现白头发，长白头发让人显老又难看。那除了染发还有什么好方法吗？今天教大家一招对改善白发有帮助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每天早上起床后和睡觉之前，用我们的中指和食指在头皮上画小圈按摩，这样揉搓头皮可以先从头额开始，按摩到头顶，再到脑袋后面，然后再从前额2侧的太阳穴按摩到后枕部，这样反复按摩。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按摩2到3分钟，然后逐渐的增加时长到5到10分钟。那这样按摩头部有助加速毛囊的血液循环，使头部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同时呢还有利于分泌黑色素。坚持按摩可以使头发变黑，效果可是比染发好多了。如果想要头发乌黑浓密，除了按摩的方法，还要配合饮食调养，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
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体内阳气会流失，这时身体就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所以要补阳气才行。在我们身上有个阳气开关，睡前敲一敲，有助提升阳气。这个开关就是百会穴，别名三阳五会。百会穴是各经脉气汇聚之处，在头顶两耳间连线和正中线连线的交汇处，有补益气血、温经通络、生阳固脱、安神助眠的功效。按摩时可以用手指按揉，或者是用拳头敲打此处，每次敲打100下。经常敲打百会穴，可以帮助提升睡眠质量，温阳散寒，对改善阳气不足有很好的作用。那说到睡眠不好，建议大家呀可以常喝点桂圆红枣茶，可以帮助养血安神、补中益气，对缓解和预防失眠有帮助哦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。当我们衰老时，我们的腿部会有明显的特征，会出现走路困难、腿脚不灵便、关节炎等情况。那么我们就要先养腿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养双腿、护关节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髋同宽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坐，然后双手手臂向上举起，手掌心相对，让大腿肌肉收紧。坚持这个动作10秒钟还原，然后再做。每天睡前坚持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强化腿部肌肉力量，对灵活双腿、保护膝盖有很大作用。那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喝一些玫瑰花茶、菊花茶，茶类有疏风散寒、活血化瘀的作用，对保护膝盖也有帮助哦。事情经常丢三落四，老是记不住事儿，上个2、3层楼梯呢就喘得不行，还有稍微冷一点就手脚冰凉，或者稍微热点就出很多的汗，那这都是因为啥呢？可能是血管不好了，没弹性、不通畅，变老了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养护血管哦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分开，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呢，抬起我们的左手，像摇扇一样，这样晃动1分钟，再换右手也是1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、养护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除了这个摇扇的动作大家平时还可以多敲打双腿，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。最近我的女朋友天天熬夜追剧我就好心的提醒她小心肝儿，她就笑嘻嘻的回我小宝贝儿，我说小心肝儿，她说小宝贝儿，最后我崩溃了。说到小心肝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肝脏。肝脏好的人呢，腿上可能有一个特征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俗话说肝主筋，所以一般肝脏好的人，腿上关节也是比较灵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很多人的身体开始衰退，更有的人会出现腿脚不利索的情况，这可能就是肝血不足了。那除此之外，肝脏好的人腿脚也不容易抽筋儿，所以如果你腿上关节还很灵活，也不容易抽筋儿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哦。最近看评论呢，有小伙伴说，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血管堵没堵呢？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摸一个地方。那摸哪里呢？那就是脚背了。如果能感受到脚背动脉的搏动，说明血管还很健康。若不同时间摸脚背动脉都比以前弱，或者搏动不对称，并且有脚部疼痛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想要血管通畅呢，再来教大家一个动作，特别简单，就是转脚踝和手腕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每次呢做个3到5分钟。这样做能够让血液流通顺畅，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养护血管的作用哦。得啦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更好的意见，可以给我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